今天真的不行了，真的不行了，真的不行了，好久没这么顶了。哎，大家伙早喽！5月12号星期一，新的一周了。但是今天是我这4天的最后一天，第4个训练日，明天休息日，然后后天周3又是合练的日子。但是今天给自己来一个小课表，然后我这4天的第一天跑了一个40公里，前30公里渐加速，最后5公里冷身。之后昨天跟前天都是轻松跑10几公里。今天呢，我们来一个好久没有跑的2分钟快，1分钟慢，20组。这个要比那个30个1分钟快慢要顶一些，因为整体的快的时间是40分钟，对吧？所以这个训练加起来1个小时，我跑到大阪城开始，再跑回来，从我家去再回来，加起来有7公里，然后再跑一个小时，1个小时差不多跑，因为有1分钟慢嘛，差不多跑10来公里。这也就是将近20公里了，看看到时候要不要凑一下。你们不是说看我跑之前怎么热身吗？其实像平常这种训练，就是因为刚起来，在家里也没动，就踢踢腿。比方说，你看，一般，你看这样踢踢腿，就为什么这么踢踢腿呢？就是你这肌肉，尤其是后侧的肌肉，你早上起来，让我坐那儿喝杯咖啡，看会儿电视，你再去个卫生间。你后侧的肌肉是相对，我觉得啊，是相对没有太撑开的，动一动，踢踢腿，然后蹦一蹦，然后比方说，我们不说马克操啊，就是各个方向的踢踢腿。然后如果你有条件，比方说我这儿扶着一个东西啊，比方我这儿扶着一个东西，我去扶那柱子去啊。差不多也就是这样，那咱们走，抓紧时间。今天起晚了，现在都6点了。跑完9组，该第10组。今天还是我带了一个胶，这2分钟比1分钟长1倍，很难的，很难的。3、2、1，走。3分28的平均配速，真的特别累，后悔了，不应该干20个。一会儿再聊，跑完下一组吃能量胶。
还有20来秒，最后一组。这今天真的是有点极限，有点热，闷热。看这天，看气温不高，湿透透的。调整一下，现在心率还160。4、3、2、1，走。平均配速3分15，最后一个2分钟从这儿回家，今天第4个训练日，咱们还是回评论。我已经跑了18公里了，从这儿走最近的路回家3公里，够了，不再多跑了，一步都不再多跑了。还有准备了回评论的条看这大阪城的铁人3项，5月25号。今天真的不行了，真的不行了，真的不行了，好久没这么顶了。最后一个模式，自由模式的放松跑，我先走2步。借着现在这状态，可以先回第一个评论，有小伙伴发的会员问答，我还没有文字回他，而是先在节目里说一嘴，就是他和朋友讨论跑完间歇跑吐了，说应不应该这样，是不是跑吐了就变强了？然后他可能是我猜有可能有医学背景或者什么。他说跑吐是怎么回事呢？是大脑感觉到你缺氧，它是神经反射，感觉到你缺氧呢，他猜你可能是中毒了，然后让你催吐。我觉得有道理，不知道，我也不知道啊。他说这样说明强度太大了。其实现在有2种理论，你看很多人看基普乔格发的，就是他的训练哲学，强度课也保留实力，细水长流。有的跑步的训练营什么的也是这样。也有人呢，你看专业运动员跑完以后，比如看会长在高原训练，在云南的时候跑完也就不行了，说哪种好？其实说实话啊，只要你能保证量，保证强度，保证能恢复过来，就像昨天会长直播，我能有幸连个麦，
会长跟我说的是一样的，你只要能恢复过来，那显然就是你增加一些强度，增加一些距离是更好的。但是你要恢复不过来，就得不偿失。我觉得说的特别对。昨天特别开心的和会长连麦，本来是我都设好提醒了，一直播我进去就点连麦，我当时排第3个，然后排第2还是排第1那位小伙可能离开了，然后后来会长连的第1个人就是排第1那位小伙，然后他俩正聊着的时候，我也不知道想什么呢，手不小心蹭了一下屏幕，滑到了下边那个直播间，这必须得吐槽一下这软件的设计。我再滑回来的时候，我就排在那等候列表的最后一个了。所以像这个软件应该提个不成熟的建议我来，就是如果我在一个直播间里，我点了申请连线那种，就不要一滑就走，给一个提示，问你是否确定离开。如果没有申请连线，再随便能上下滑，对不对？不成熟的建议。特别开心会长能够给我更多的解答和信心。昨天不是真的没有商量好，我是真心的想请教那2个问题。第一个就是关于场地赛钉鞋，我不是说我完了以后小腿剧疼，会长我都没说这个，他问我，他说你是不是钉鞋场地赛完了以后小腿有反应？我说对对对，太对了。你知道这种感觉就是让我认为我不是那个特殊的，我这反应是正常的。这就像我总说我想跟大家分享我的训练经验，就是想让大家就还刚开始的小伙伴，或者说还没有经历过我经历的这些东西的小伙伴，遇到的时候不慌张，我觉得这感觉特别特别好。还有就是刚才说的关于我请教他40公里这个事儿，就是恢复与否是判断的最主要的标准。你们看，我是今天是第4天这个周期，第1天是那个40公里，然后前天和昨天都是15公里左右，就轻松跑，然后今天就是一个大课，今天这课不小了，这比30个1分钟快慢强度要大不少呢。2分钟跟1分钟完全不一样。所以也解答那个小伙伴说强度课跑吐了这事儿，我觉得年轻人，就如果20来岁小伙子，真的无所谓，可能他那一下还觉得心理上得到了极大的满足，真心话。然后有小伙伴说保底鞋是训练的调味剂，我觉得说的特别对。就是关于保底鞋跟大家说2句，我真的不觉得现在非常有必要一定要有保底鞋的训练，我真的不觉得，因为它和碳板的路跑鞋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真的没必要。你要为了好玩试一试，真心话，这是我的总结。调味剂说的特别对，训练量大了以后有时候很枯燥的，而且这种枯燥是什么呢？又不是厌跑，就是你又觉得我想练，但是呢练的时候又觉得时间过得慢。然后下一个问题就关于时间过得慢，小伙伴说像这种大课长距离的自己跑不下来，得跟着别人跑。其实我也是的，你要是说今天让我什么目标都没有，就跑一长距离体表跑，我也觉得特难。所以我在用手表的训练模式，我设定了5公里一个分段，然后一个目标。这样的话呢，你不自觉的就觉得时间过得快了，这是我特别切身的感受，真心的。就像跟大家分享马拉松赛场上跑3个14公里，你这样想，14公里1/3了，14公里1/3了，这样想是有帮助的，真的有帮助的。但是每个人看待东西的性格不一样，不一定对我有帮助的对您一定有帮助，但是可以试试。GO4S 的电池是怎么排这么长时间的？我平常训练的时候是一个 GO4S 就够，它累计大概能排31分钟，没问题的。然后比赛的时候呢，带2个，不是很重要，就不冲成绩的比赛的时候，我再带一个那个它
无锡马拉松之前新出的那个磁吸电池，这样的话就等于带了3个，一共就能拍90分钟的素材，就一个拍30分钟，2个拍60分钟，再加一个电池再拍30分钟，差不多就是这样。而且拍摄也是熟能生巧吧，就是你拍的多了，可能你的出片率就高，出片的比例也就高，这镜头里尽量不说错话，不 NG 就好了。然后有小伙伴问我之前测试最大摄氧量的那个地方，其实现在看起来，我觉得最大摄氧量不是一个衡量马拉松运动员水平的标准。这最大摄氧量其实就和肺活量差别不大，它是个硬性指标，通过锻炼把它发挥出来而已。真心话，所以你们看，那各国选材也不是测个肺活量，测个最大心率，测个最大摄氧量就把这就说你来长跑队吧，不是这样，对吧？还是得看谁跑得快。所以它不是一个能决定跑得快的一个充分必要条件，就这么回事儿。我认为，无论是运动还是搞研究，还是学习、考试，还是工作，人最大的天赋是勤奋和就是好胜心和求知欲，其他的没有那么重要。您要是搞到专业领域，您要全世界要说我是争夺第1名、第2名，那还有的说，就是还叫选一选材啊，怎么样啊。但是大多数你们看现在的职业运动员能在世界级比赛上获得名次的职业运动员，也不是这样选出来的。这吉普乔格绝对不可能是肯尼亚肺活量最大摄氧量最高的那个人，绝对不可能。真心话。所以我更愿意提乳酸阈值的配速。乳酸阈值的配速表示什么呢？表示你的训练水平、训练的积累，还有一方面是表示你的能顶住的能力。顶住的能力也是要训练的。下一位，看看啊。现在全马2小时50，目标是2小时45，目前的月跑量450，计划顶到600。想让我给一些训练逻辑的建议，我觉得400一个月是可以跑到245的，至少我跑到244的时候，差不多就是400一个月，400多一个月。我觉得250到245其实没有245到240那么难，就在我身上没有那么难。我大概用了1年，对，我大概用了1年，因为我是2020年的无锡，2020年无锡之前我自己测了一个线上马，在北京公路跑，我跑2小时51。无锡后来没跑好，就是因为那天太累了，没恢复过来。然后第2年，不到1年，我就2小时44了。也可能当时2小时51的时候还能更快吧。但是那时候我的训练结构差不多就是400多公里一个月。但是呢，我跑强度，那时候的反思是，强度没有现在这么顶，因为现在有队友。但是那时候我是练3天休1天。练3天休1天，每个3天的第2天都是强度课，最少也是差不多20个1分钟快慢，多一点的时候跑过5个1.6，或者4个2.4，3个5， 30个1分钟快慢。我好像还跑过30个2分钟1分钟的这种，就比今天还多10个。而且这种训练我也都像今天一样，我凑足一个半程马拉松。现在20.79公里，我到家差不多正好21。那时候就这么跑，第1天匀速跑一个21，而且那时候的匀速的21可比现在快。那时候那匀速21
基本都在4分20的平均配速，第二天干这么一个强度。其实马拉松这事儿就是特简单，就像我昨天说的，你说又不跑得远，又不跑得快，那怎么可能在马拉松比赛中跑得又远又快？那不是痴人说梦吗？对不对？我的建议就是，如果您年轻，我觉得不用加到600，500足够了。加到500，然后强度课顶一顶，就是2小时50到2小时45是要有一些速度能力的。您怎么着得有，这么说吧，您得3分50的配速得能轻松驾驭，就很轻松的那种才行。我加到600风险有点大，真心话。加到600，如果坚持下来的话，您现在每个月450加到600，我从500加到600都觉得好难呀。不是我没有那么多时间，也不是我跑不动了，我觉得我是再跑就要受伤了。这就是我老说，练多了对身体的感觉就敏锐了。我觉得我再跑就要受伤了，所以我就不跑了。就这样的。你说月底让我凑一个600，比方上个月我可以凑。所以我建议不要以绝对跑量为主。行，差不多，准备的都回完了。我21.06，那往前跑吧。今天又是一个21.1公里。帽子都湿透了，衣服刚刚干，看没？但是跑回来这3公里，你看衣服已经干透了。菲比特这件衣服材料还行，就是它这个北京这条裤子。既不是像之前那3.0，也不是现在的3.0 Pro， 它的这个地方的这个胶是3.0 Pro， 然后但是呢又有前面的这口袋，它是个缝合怪啊，这可以PayPay来付钱，但是没带手机啊，也没带钱。就我觉得现在手表做支付这个事儿吧，便利店可能还好。但是很多地儿都得是我扫它，这边也是，或者你，反正，就你扫它的地方，你就手表就搞不定了，必须得是它扫你。当然现在自动贩卖机这种还都是我扫它，不能是它扫我。包括大阪城里那些支持微信、支付宝的也是，还有冰淇淋机，所以就只能去便利店买。那么今天的课表是20个。2分钟快，1分钟慢，慢的这1分钟就随便跑，然后快的这1分钟我手表设置的是310到340之间，基本上可能快一点的有，最快一组是315，然后差不多都是320几，可能有几组是在330到335之间，没有慢过340的，还真的还可以。我这4天的训练刚才跟大家描述了，是不是？就是我现在就觉得是那种激进一点，但是还没有冒进。明天休息，今天也许下午会有一个轻松跑。就我一般上午上强度以后，下午愿意有一个轻松跑。但是今天周一要工作了，不知道今天忙不忙。那行吧，那就这么着。最后还是祝大家能努力生活，健康平安。咱们下回再见。